我从王府侧妃一路奋斗到当今的太后，只用了10年。10年后，这宫中已无一人配做我的对手。结果成为太后第1天就意外溺水身亡。太后千岁，千岁千千岁！恭贺太后娘娘，今儿是您登基第1天，万岁爷刚打发人送了南海珍珠了。太后，快来人呐！太后落水了！本宫竟然还活着！本宫这是穿越了！我，太师府千金，当朝太后，一次意外溺水，竟然成为了一个婆婆不媚、丈夫不爱、儿子不亲、外事挑衅的家庭主妇。别再去找小崔麻烦了，你天天在家不上班，我工作那么累，还要给你收拾烂摊子。就算今天我动手不对，那也是你先去欺负小崔的，你为什么还要闹？天底下竟有你这般颠倒黑白的丈夫，胆敢这样辱骂本宫！要是在我那个时代，直接上板子，把你的嘴都给打烂。你平常就不爱打扮，遇事又容易情绪激动。你看看小崔性格温和从容，你就不能控制下自己的脾气，好好沟通吗？大胆！谁给你的胆子教训本宫？云裳，你简直不可理喻！不教儿诛谓之虐，今天本宫就教教你。云裳，你很好，你等着瞧！竟然为了个宠妾，对发妻下如此重手。江源，这笔账，本宫定会慢慢跟你算。闲死了！做了10年菜还没长进，我不知道你还能干什么。带你出去我都嫌丢脸，你就不能好好打扮一下？看了就碍眼。我辛苦赚钱，你在家享福还要乱花钱，你到底有没有良心？江源，我大学毕业就远嫁给你，为了孩子辞职10年。够了！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哪一点比得上崔月？除了会柴米油盐，你还有什么？俗气！孩子烧到39度了，你能不能过来接我们？连个孩子都带不好，要你有什么用？孩子病了给我打电话干什么？我又不是医生，我看你就是想用孩子拿捏我。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像个疯子，蛮不讲理。再看看人家崔约，永远那么温柔，看到你就倒胃口。云小姐，江源说这里的装修太土了，想让我重新帮他挑家具。你这种黄脸婆，还是早点腾地方吧。你个疯婆子！云裳，别闹了，我给你3天时间考虑，乖乖离婚，给你50万做补偿。50万？这房子值几千万！江源，你狼心狗肺，你不得好死！不签，那咱们就继续耗着，看谁耗得过谁。反正你没工作，身上1分钱都没有，我看你拿什么养儿子？原主把几位后的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哪知唯一的儿子也厌恶他。这女人是真的被欺负到了地狱里。既然名分保不住了，连儿子都不一条心，这日子确实没法过了。但在本宫的字典里没有绝望2字。男人有外史不要紧，失去宠爱也不要紧，宠妾灭妻，人神共抵。江源，本宫会让你明白，在这深宫斗了18年的人会怎么让你把吃进去的都给我吐出来。本宫简直不敢相信，这具破落肉躯竟然才30岁，怎会落得如此地步？娘娘真乃天人，如今宫里新人层出不穷，可谁的肌肤能比得过娘娘这般白净细腻？您这杨柳细腰，万千仪态，直叫皇上移不开眼呐。在这深宫中，女人的身段仪态便是最要紧的兵刃。纵然皇上偶有冷落，那些新进宫的妖艳宠妃处处挑衅，只要本宫这副皮囊不垮，便有争一争的资本。娘娘圣明，如今您抱紧了太后娘娘的金大腿，膝下又有大皇子，在这后宫里，谁也动摇不了您的位子。后宫正兜，差一步便是万劫不复。
姿色、世子、靠山，缺一不可。可如今这具身体，竟然把所有的烂牌都占尽了。一无姿色，二无拿得出手的本事，身边连个可用的人都没有。这要是放在本宫以前的内宅，分分钟被人弄死，连个坟头都不会有。还好，本宫还没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最后一条路，本宫走定了。你居然敢打我儿子！忘了你自己的身份吗？要不是看在你给我生了孙子的份上，我会容忍你这个无用的秘书继续吃我儿子、用我儿子吗？以后敢再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我马上让我儿子与你离婚，一分钱都不给你，让你去大马路乞讨！你这种没用的女人，赶紧识相点，尽快跟我儿子离婚，不然有你好看！绑定微信的银行卡里有2万多现金，金首饰加起来不到60克，在网上估算了一下，大概也就能值个2万多。微信里只有300多块，本宫做贵妃时也从未为银钱愁成这般样子。女人最要紧的是投资自己，为了改变这副邋遢形象，这个钱必须得花。果真是没有奇迹，这副雌黄无神的模样，当真是连大朝朝后宫里那些上了年纪的先帝妃嫔们都比她有精神。不过这五官底子倒是不差，只要想办法把脸上的黄气和斑点去掉，定能增色几分。在深宫摸爬滚打这么多年，本宫最清楚不过，女人的这张脸才是安身立命的第一筹码。江太太，今年您家的物管费和车位管理费还没有交呢。江源每个月只给2万元生活费，居然连这些杂七杂八的物业车位费都包括在内。对不起，我现在身无分文，实在无钱缴费。不过我可以把车位租出去，用以抵扣今年的物业费，如何？江太太，这不合规矩吧？我们物业可不负责帮业主招租车位。拜托了，现在家里确实有些困难，就请通融这一次吧。行吧行吧，真是服了你了，下不为例啊。为了凑足翻身的本钱，我只能先变卖首饰，再把家中无用的钢琴出手。只是家中能换钱的物件我都不会放过，这只是我计划的开始。8万多元，就算那男人不肯给生活费，本宫一个人省吃俭用，倒也能顶上一段时间。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女人最要紧的是投资自己。为了改变家庭主妇的邋遢形象，这个钱必须得花。这水电气和通信费竟是躲也躲不掉的，交齐之后账户里就只剩下不到3万了，这可如何是好？深宫多年，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招口的日子，实在拉不下脸出去低声下气找工作。可房子不能做抵押，男人又不肯给我钱用，婆婆孩子也不站我这边，该如何逆风翻盘呢？哎呀，黄脸婆去哪儿了？往日这个时候你不都要去菜市场买菜吗？怎么今天不买菜了？家里就我一个人，没必要买。也是，江源常年都不在家，你确实没必要天天买菜，你倒是省事儿了，反倒把我给累着了。好在江源心疼我，怕我跟你一样天天待在厨房变成黄脸婆，特地给我请了钟点工。我每天只需把自己打扮得美美的就可以了。你说的很对，我也要向你学习，好好打扮自己，爱惜自己，才是在后宫和内宅的立身之本。哟，被江源收拾了一顿，老实了？江源还把你的生活费停了，是不是连买菜的钱都没有了？云强，你不觉得你很可悲吗？没工作，没存款，就医无用的米虫，婆婆厌恶，儿子不喜，做人做到这种份上，怎么好意思霸占着江源不放？识相点儿，赶紧与江源离婚。只要你识相，乖乖与江源离婚，说不定我会劝他大发点善心，给你点赡养费，让你不至于离了他就直接饿死。你也知道我是远嫁，还为江源生儿育女，他是如何对我的，你也看到了。你就不怕等哪天你不再年轻了，他厌恶你了，又有了别的年轻漂亮的姑娘，为了打发你，用对付我的手段对付你？你以为我是你，只知道在家相夫教子，把自己弄得跟鬼一样？你这种黄脸婆，难怪江源嫌弃。云裳，你说你恶不恶心啊？男人不爱，儿子也讨厌你，没财产没工作，娘家人也不管你，
你真是活得太失败了。我要是你的话，干脆自己找个地方上吊得了。你说的对，我确实活得很失败，但你也提醒了我，优势我还是有的。什么优势？你是不是想和孩子缓和关系？可惜孩子昨晚还跟他爸爸说希望你们分开，更愿意和我亲近。你若想要，认去便是。崔月，你以为用一个小孩子就能挑动我的情绪？我现今什么都没有了，这不就是传说中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吗？就算要死，在死前我也要拉个垫背的。你说，我要是彻底撕烂你这高贵优雅的伪装，把你当外室，抢人丈夫的丑事抖得满城皆知，江源还会不会要你？你这个疯婆子，你想干什么？真要把我逼急了，大不了闹个玉石俱焚。我如今名声、婚姻、财产什么都没了，而你不仅要名誉扫地，连江源也保不住你。你少在这里吓唬我！你若不信，大可以试试。真要闹大了，江源为了他儿子的前途和名声，也丢不起这个心。到时候他只会把你彻底一脚踹开。有句话说得好，把人逼急了，你连下跪求饶的机会都没。崔月，你这么年轻漂亮，怎么如此想不开，非要把我往绝路上逼呢？你这个疯子！算了，今天本姑娘懒得跟你计较。算了，看在孩子的份上，我也不好做得太绝情。钱你先拿着，只要你答应离婚，我可以适当再给你一些补偿。江源，看来你也明白，真要把本宫逼至绝定，本宫也是会狗急跳墙，拉着你们同归于尽的。老公，这些天我想了很多，在这段婚姻中我确实配不上你。虽然我不聪明，但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以退为进，收起你那套把戏。罢了，只要你答应离婚，我会考虑分100万给你做补偿。比上回多了1倍的钱，看来这厮是真的急着给那个外室腾位置了。好，你什么时候回来？今天没空，过几天吧。好，我等你回来。后宫生存法则之一，实力悬殊之下，隐忍是必要的。目前手中除了鱼死网破这张牌外，再无任何底牌，所以本宫只能继续等。江源，咱们过几天见。余少，你是不是把家里的车位给租出去了？物业刚给我打电话，你长本事了。对不起，我实在是没法子了，我连物管费都缴不起了，物业天天催，我只能去恳求他们把车位暂时租出去抵缴物管费。没经你同意就私自做主，是我不对，可我手里真的没钱了，总不能看着家里被断水断电，我只能出此下策，你别生气了好吗？算了，下不为例。实力不对等的情况下，硬碰硬只会吃亏。本宫在大张朝能斗到贵妃位，靠的可不是一腔孤勇。你先坐，累坏了吧？我去给你泡杯茶解解渴。这是最新出来的碧螺春，这回泡的茶长进不少啊。原本我是舍不得买这么贵的茶的，但想到你这2日就要回来，我还是咬牙买了些。你如今年薪1000万，哪能喝那种廉价的碎茶水？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我这个当太太的不懂事？外有漂亮小情人，内有贤惠妻子，这才是他这种男人的终极追求。只要能笑到最后，装一时的孙子又算得了什么？今天你倒是比以前精神了不少。以前总觉得自己结婚了，又整天待在家里带孩子，就疏于打扮，确实给你丢脸了。前阵子照镜子，连我自己都吓了一跳。镜子里那个老太婆又丑又凶，确实没法见人。我想了很久，难怪你以前不愿回来。换做我是男人，功成名就了，谁不想有个漂亮的妻子给自己增光添墨？老公，对不住，我现在才知道我以前到底有多差劲，也是难为你了，居然忍受了我这么多年。比起外面那些发达了就抛妻弃子的男人，其实你已经很有良心了。男人都受不住高帽子，只要夸他有情有义讲道德，纵然是冷血动物也会心软。你也别这么说自己，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也有错。
我想通了，我答应离婚，放过你，也放过我。毕竟这些年，你确实也不容易。我会适当对你进行补偿的。当初我们也有过美好的时光。我大3还没毕业就跟了你，甚至不惜和家里决裂也要嫁给你。整整8年，看着你一步步变成如今年薪千万的外企高管，我却在那些柴米油盐里原地踏步。我早该被这个社会淘汰了，被你嫌弃也是我活该。这些年你在外面打拼，我除了伸手向你要钱，不仅没帮你一点忙，还拖你后腿。我真是该死，我怎么能把日子过成这样？其实也不全怪你，在这段感情里，我也有错。谢谢你，江源，都到了这个份上，你还愿意给我留面子，我不想再拖累你了。虽然我心里还是排斥崔小姐，但她说的对，活该我被抛弃。女人一旦只顾着给男人省钱，就是在跟自己过不去。崔小姐嘲笑过我，她说如果我也能像她那样，在吃穿打扮上舍得花钱，把自己弄得精致点儿，说不定就不会有她什么事了。男人最忌讳的就是被当成提款机，这种话听在江源这种成功男士耳里，滋味可不好受。那天我确实气疯了，可现在冷静下来，我反而理解他了。站在他的立场，我确实不够识趣，也难怪他要气急败坏的找我麻烦。崔月确实有些过分了，他本不该来找你闹。我已经说过他了，他以后不会再来找你麻烦。你答应离婚，我也不会亏待你。谢谢你，江源。既然都要分开了，我还有最后2个请求。你说。江源，离婚后这套房子能不能留给我？留给你？你知不知道这套房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4室2厅，学区位，虽然还有300万的房贷，但市值少说也上千万。你一开口就要走我1半的家财。我知道这样是占了你的便宜，可是江源，你想想天磊，我好歹是孩子的亲娘啊！我现在没工作没存款，离了婚就是身无分文一无所有。你要我以后住到大街上去吗？你就算不为我考虑，哪怕是为了给天硕留个面子，就当是可怜可怜我行吗？只要男人还有1分虚荣和恻隐之心，示弱就是最锋利的刀。行吧，房子给你，剩下的贷款我也结清。行了，别哭了。另一个要求呢，只要不太离谱，我都答应。我另一个请求是，能不能先给我半年时间，咱们半年后再正式办离婚证。半年？云生，你是不是觉得拿到了房子，又想跟我玩以退为进、拖延时间的马戏？不，你别误会，我绝对没有拿捏你的意思，我只是想请你先帮我找份工作。你也知道，我做了10年的家庭主妇，早就跟社会脱节了。现在要是直接离婚，我连怎么填简历都不知道。我想请你帮我安排个活儿，等我这半年稳定下来，能养活自己了，我立刻腾位置。江源，咱们说点现实的。万一我离婚后混得不好，穷困潦倒的去求你，到时候对你的名声、对天口的影响，不是更麻烦吗？你说的对，我也希望你能自食其力。行，半年就半年，工作我会尽快给你找好。谢谢老公，我一定不给你添麻烦。对了，老公，我还有件事儿。你已经拟好了？这套千万房子归我，天策的抚养权和监护权都归你。你确定不要天磊的抚养权，甚至连监护权也不要？天磊跟着你能受最好的教育，过最好的生活。我现在这副样子，拿什么养他？江源，求你件事，告诉天磊是我这个当妈的没本事，我没脸见他，就让他以后继续跟着你吧，让他好生孝敬你，还有那位崔小姐。哪怕他以后不认我这个妈都行，只要他能过得好。谢谢，江源，你也要保重自己。我不后悔嫁给你，真的。要怪只能怪我没那个福气，没法陪你走到最后。祝你和崔小姐永结连理，白首偕老。对不起。学校那边我打过招呼了，
给你找了份高校宿管的工作。宿管？真的吗？江源，真是难为你为我费心了。工资虽然不高，但5险1金全齐，养活你自己绰绰有余。工作也轻松，不用动什么脑子，你就当是去散心。我知道，这种时候你还愿意给我找退路，我真的很感激。你放心，我一定好好干，不给你丢脸。这种不用费脑子的体力活，倒真适合本宫这种不想劳神的懒人。只要他在外企高管的位子上坐一天，他的人脉我就得用一天，绝不能这时候撕破脸。于老师，麻烦帮我们登记一下寝室大功率电器检查。放这儿吧，我会帮你们核对。老公，我已经入职了，环境很好，谢谢你。记得按时吃饭，开车小心，注意身体。真是惜字如金，不过没关系，只要你还回，本宫这贤妻的名头就得坐实。云霄，你到底还要不要脸？为什么不立刻离婚？你以为拖半年江源就能回心转意？别做梦了，都快离婚了，还发这种盯住关心的把戏，你以为江源还会多看你一眼吗？江源身边又不止你一个外线，你越是撺掇我，越证明你现在没有安全感。本宫微信随时为你敞开，你骂得越狠，我越开心。欣赏你的泼妇骂街，看你气急败坏，乳腺堵塞，对我来说也是一种享受。你今年也快30了吧，不年轻了，赶紧去保养一下脸吧。别只顾着盯着我，多盯着江源身边那些年轻漂亮的小姑娘，她们才是你的威胁。挑拨离间只是开胃小菜，真正的筹码是这张脸和这副身子。多年总结的经验，无论在后宫还是这里，好的外在条件永远是加分项。减肥计划正式开始，这可是上辈子太医院手亲自为本宫开的秘方，虽苦的掉渣，却是调理肾虚脾虚的良药。用现代的话说，这叫提升新陈代谢。只要代谢上去了，即便以后吃再多，脂肪也会自动分解，才是本宫在后宫称霸的底气。我的天，云老师，您这也太漂亮了吧，皮肤好的发光啊，简直像换了个人。云老师，您这气质绝了。没什么，只是懂得怎么心疼自己罢了。哟，云老师，最近宿舍那边工作还顺心吗？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跟我说，别客气。多谢主任关心，一切都好。不论在深宫还是职场，好的形象永远是开疆拓土的第一武器。形象改造已成，接下来该收回属于本宫的东西了，无论是地位还是名分。江源，工作的事真的太谢谢你，虽然工资不高，但有你在背后帮衬，我心里踏实多了。不过这学校待遇确实一般，除掉日常开销和天磊偶尔的零用，稍微有点风吹草动我就入不敷出了。我想着把家里那几间空着的房间租出去，补贴一下家用，可以吗？云姐，这房子地段装修价格我们都非常满意，但有一点我们挺好奇的。对啊，你在网上发的招租启事特别指明一定要在华阳路附近上班的单身女性。云姐，咱们这小区离华阳路虽然近，但也不是唯一的选择。你为什么非得选那边上班的？是有什么特殊关照吗？华阳路那边大公司多，女孩子在那儿上班素质高，我也省心。真的只是为了省心吗？在这寸土寸金的地方，我给你们这么低的价格，要求自然多一点。至于为什么非要是华阳路，因为我当然有我的目的。江源，既然你要在华阳路当你的高管，那我就在你眼皮底下给你多安插几双漂亮的眼睛。这也太渣了吧！为了个小三儿，转移财产逼你离婚，还教唆亲儿子跟你反目，这种男人简直是人间极品。云姐，这种委屈你都能忍？我一个远嫁的女人，没了家产，要是再没了这个房子，就真的只能流落街头了。可我也不能让他和那个女人过得太舒坦。云姐，你直说吧，想让我们干什么？只要能帮到你，我们绝不推辞。江源的公司就在华阳路，我挑中你们是因为你们漂亮、聪明，还都在那边上班。我不需要你们牺牲色相，我只要你们每隔一段时间轮流出现在他身边，偶尔在电梯里偶遇，或者假装问路，趁他不注意，在他衣服口袋里丢1-2根长头发，
或者不经意间在他身上沾点香水味。高啊！那个崔月是情人上位，这种人最敏感多疑。只要江源身上出现这些痕迹，他自己就能把自己折磨疯。没错，没必要刻意去做，反正你们都在华阳路上班，就偶尔接近他，让他身上染上不同女人的味道就足够了。哎呀，不好意思，先生，喷多了。没事。对不起，对不起啊。没事。云姐，那个崔月的朋友圈已经3天没更新了，以前恨不得一天发10条炫耀帖，现在肯定是躲在家里查岗呢。他这种人最怕的就是别人走他的老路。我们已经在用各自的小号给他发私信了，什么江总昨晚的领带很好看，江总身上的香水味很迷人，各种花式挑衅。我们要让他也品尝一下被小4小5逼宫挑衅到底是什么滋味。做得好，这种女人不用咱们亲自动手，她自己就会因为猜忌变成一个面目可憎的疯子。什么时候有空，我们去民政局把婚离了吧，还你自由。不是还没到半年吗？主要是不想再耽误你和崔小姐。另外，我的工作已经稳定下来了，所以更不能再耽误你们了。好，行吧，下周1下午2点，民政局见。终于等到了。虽然体重没减多少，但这体态已经脱胎换骨。2个月的魔鬼训练，总算没白费。我的天哪，云姐，你这也太美了吧！我要是男人，这会儿都恨不得把你保护起来了。身为女人，俏梳妆、巧打扮，那是必备的技能。喂，2点到了，你在哪儿？今天来不了了，公司突然有个紧急会议，我正在开会呢。那你什么时候能开完？这个说不准，可能要很晚。既然这样，那我现在去你公司等你，可以吗？反正离下班时间还早。随你吧，挂了。不是说了在开会吗？你怎么……江总，开完会了吗？离下班时间还早，我们现在赶过去，应该还来得及办手续。云江，怎么，江先生是不是快认不出我了？你怎么变化这么大，简直跟换了个人一样。还不是受了那位的刺激。这关崔月什么事儿？他之前骂我是黄脸婆，说我这种人老珠黄的，只能待在阴沟里自生自灭。我想了很久，心里实在气不过。谁说黄脸婆非得在阴沟里待着的？我最近几个月拼了命的改变自己，没什么别的目的，我偏要没给他看。怎么没瞧见崔月小姐？她人呢？她并不在公司。那正好，你给她打个电话，把她也一并带上吧。咱们这会儿去把婚离了，转头你们就可以直接在隔壁领结婚证，免得她总是因为名分的事，时不时就发信息骂我。她凭什么骂你？她有什么资格骂你？是啊，她一个外室，哪来的底气骂我这个原配？说到底，还不是你以前的宠爱和放任，给了这些宠妾爬到主母头上作威作福的权利。算了，我虽然不喜欢她，但也理解她。我一日不与你离婚，她就多一日不安，换做谁都会急。既然她那么迫不及待想转正，我就成全她吧。现在开完会了吧？走吧，去民政局。云长，你真要离婚？不然呢？当初不是你急着要离婚吗？我的车今天送去维修了，现在走不了。没关系，现在打车很方便，我们可以叫个车过去。你以前不是死活不肯离吗？怎么现在忽然这么迫不及待了？那个，不怕你笑话，
最近学校有不少人都在追求我，虽然他们条件不如你，但家庭条件都还算殷实，所以我就想早点和你把手续办了，干干净净的，才好接受人家的追求。所以你现在打扮的花枝招展的，压根就不是给我看的。为什么要打扮给你看？难道我打扮漂亮了，你就会心软，在离婚协议上多分配我一点财产吗？云强，我们还没离婚，你就想着红杏出墙了？我刚才不是那个意思。今天公司突然来了几个大客户，我确实走不开。离婚的事儿改天吧，改天咱们再去民政局。这倒是奇怪了，之前你不是一直催着，恨不得马上就和我把证办了吗？甚至还说多等一天都是煎熬。怎么今天我主动上门了，你反而反悔了？其实仔细想想也不是非离不可的。哦，那位崔小姐呢？你不是说她是你的真爱，一分钟都不能让她受委屈吗？我最近忽然发现崔月并不是我理想中的伴侣。以前觉得她温柔体贴，可最近不知道怎么了，她变得特别疑神疑鬼。疑神疑鬼？是啊，她成天怀疑我在外面有了别的女人，只要我晚回家10分钟，她就查岗闹腾。这日子过得简直跟审讯室一样，成天跟我吵架，我都快被她烦死了。看来我的计划成功了，原来是这样。我瞧着你这2日的气色确实不是很好，怎么，是不是又和那位崔小姐吵架了？何止是吵架，简直是一言难尽。若是原主在此，怕是早就冷嘲热讽，笑他活该了。可本宫在后宫厮杀多年，深知逞一时口舌之快，只会让男人恼羞成怒。算了，既然是一言难尽，那就别说了，你们之间的事也没必要告诉我。古代帝王期待妻妾争风吃醋，以此彰显魅力，现代亦是如此。他心里那份不甘心，可比愧疚更有意思。天磊最近怎么样了？我这快2个月没见他了，心里怪想他的。他也挺想你的，改天吧，改天等我空了带他回家，让你们母子聚聚。好，谢谢你。不过我现在已经没住在江庆居了。没住在江庆居？为什么？那里离你学校并不远，你搬哪儿去了？我现在直接住在学校里了。好端端的住学校做什么？宿管这份工作虽然轻松稳定，可工资就那么点儿，索性就把江庆居的那几间房都租出去了，我自己住学校提供的那个小单间。虽然挤了点儿，但靠着租金总算能存下一笔养老钱。其实你真的没必要过得这么辛苦的。不辛苦，已经习惯了。既然今天民政局去不成了，那就改天吧。我先走了。竟然没追出来，到底是我太心急失算了。这种阅历丰富的男人，定是觉得我在欲擒故纵，故意冷着我呢。不过本宫最不缺的就是耐心。工作日我都要忙到很晚，你可以下午来，或者周6日来带天磊见我。好，这就没下文了。狗男人倒是比本宫预想的还要沉得住气，竟没上钩。也是，江源这种年纪的男人，金钱和地位让他阅历丰富，什么欲擒故纵没见过。他这是认定我在跟他耍手段，所以故意冷着我，甚至他也在对我使这一套。不急，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既然你这里冷着，那我就去那边加把火。你和江源怎么了？今天我找他去民政局离婚，他居然不肯，还在我面前说了你好多坏话。云章，你少在这里得意，我和江源好着呢。你这种低下的挑拨离间，只有傻子才会上当。死鸭子嘴硬，本宫最喜欢的就是你这种不撞南墙不回头的蠢货。江源，什么时候有空离婚啊？我真的不想再耽误你和崔小姐了，早点办完对大家都好。没回消息没关系，好事多磨，本宫就不信你真能一直这么定在那儿。云姐，搞定了！我们刚有几个小号去崔月的朋友圈下面说江源最近天天对着朋友圈某个白光发呆。云姐，咱们这火拱得够猛吧？做得好，这种女人最怕的就是后来居上。
我主动找江源离婚，他居然不理会我，什么情况？你不是很能上位吗？赶紧想办法让江源尽快跟我离婚。我都主动成全你们了，你们千万别让我失望，不然我会鄙视你的。什么时候离婚啊？都等你1个月了。孩子想你了，让我带他去学校找你。你什么时候有空？借着孩子来看我，江源，看来你到底是坐不住了。怕是不行的，晚上我都没时间的。下午吧，下午我有空。好，明天我带孩子去学校找你。看来还挺急。行。云老师，明天的排练您可一定要在场，没您指点，我们心里没底。放心，明天下午我会准时过去。不仅我在，我还请了肖老师。肖老师，明天下午有空吗？明天我和音乐社的几个同学要去音乐室排练，顺便拍个短视频，不知你是否有空？到时候请你指点1、2。没问题，音乐室的大门一直为你敞开。肖老师平时挺忙的，怎么对您的邀约回得这么快？这叫各取所需。肖老师爱才，而我需要一个像他这样优秀的见证人。江源，你果然来了。爸，那个在讲台上吹笛子的真的是我妈妈吗？妈妈居然会吹笛子，她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漂亮了？这真是我妈妈吗？小云，你这笛子吹得实在太好了，气息稳健，情感细腻，简直不输大师级水准啊！肖老师，您过奖了，我这也就是业余爱好罢了，离大师水准还差得远呢。你太谦虚了。这样，等会儿我做你的推荐人，你直接加入省级音乐协会吧。像你这样的天才，不该被埋没。真的吗？那可太谢谢肖老师了。我之前一直想加入，苦于没有门路和推荐人，若是能成，真是圆了我的梦了。找你找的好苦啊，给你打了那么多电话不接，微信也不回，原来是在这儿忙着呢。这位是？这位是我们学校的肖教授，本地音乐界的领路人，也是我少数好朋友之一。肖教授，这位是江源。肖教授好，我叫江源，是云香的丈夫。这是我们的儿子江天磊。儿子，来给你妈妈的朋友打声招呼，叫肖叔叔。肖叔叔好。小云，你结婚了，儿子都长这么大了。是啊，肖教授。不过我们很快就要离婚了，到时候还请肖教授受点累，多帮我留意着，给我介绍个优秀的男朋友。哈哈，好说，只要小云你开口，那是必须的，包在我身上。肖教授，那我们就说好了，申请表我晚些时候发给您。好，我等你消息。你先等我一会儿，我得把这些乐器拿回宿舍。一起去吧。妈妈，你居然会吹笛子，还吹得那么好听，以前我怎么从来不知道？很意外吗？确实很意外啊，我一直以为你不会这些呢。原来妈妈也这么优秀呀！刚才肖叔叔夸你的时候，好多同学都在看我，我可有面子了。以前我一门心思都扑在你和你爸身上，为了照顾这个家，自然就放弃了自己的爱好。你们先坐，我拿点东西。妈妈，你今天怎么忽然变得这么漂亮了？简直像电视里的女明星一样。这有什么好稀奇的？只要舍得花钱，肯下功夫打扮自己，再丑的女人也能秒变精致。如今我不用再天天钻钻在厨房做家务，顾好我自己，心情好了，自然就变漂亮了。可是以前你不是最喜欢给我们做饭吗？天磊，有一件事你要明白，我与你爸即将正式离婚了，我现在的能力有限，所以我已经决定不争取你的抚养权了，我也没那个财力去出你的抚养费，所以我以后实在不好意思再当你妈了。以后在外面见了面，你就叫我阿姨吧。第4步计划虽有偏差，但总算还在掌控之中。开启第5个计划，欲擒故纵，以退为进。其实这个婚也不是非离不可的。你什么意思？我忽然不想离了，云香，
你这段时间变化真的很大，脾气也变好了许多，我都差点快认不出你了。江源，你是不是觉得，只要你现在愿意抬抬手，重新给我一点所谓的恩宠，我就该像那些深闺里的可怜虫一样，对着你感激涕定，谢主隆恩？云江，我没说那是恩宠，我是在跟你商量重新过日子。商量？以前我求你回来看看生病的孩子时，你在哪儿？你在崔小姐那里当英雄，当她的天。我本来以为你不一样，没想到你也是这种人。她哪能跟你比？云香，我心里到底还是有这个家的。是吗？可我这种受了委屈，连个解释都得不到的女人，哪里配得上江种的回心转意？云香，你看这到处都是人，这单间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这真的不是说话的好地方。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谈谈，把以前的误会都解开，行吗？好。坐吧，这家店的牛排不错，你尝尝。谢谢你能带儿子来看望我，不过以后就不用再来了。为什么？我和天磊不是你最重要的人吗？云香，你这是什么意思？我只是不想再回到过去了。你要是还在介意崔月，我回去马上就跟他分手。那个婚，我们不离了。江源，你说的好简单。以前我被困在那个家里，像个笼中鸟，敢怒不敢言。可如今时代不同了，我的思想也得与时俱进。我现在的工作虽然薪水不高，但我干得很开心。在学校，我得到了尊重，在这里，没有做不完的家务，没有婆婆无穷无尽的指责，更没有丈夫高高在上的说教。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想没给谁看就没给谁看。这段时间我过得非常充实，非常快乐，因为再也没有人指着我的鼻子说我是一个一无是处的米虫，也再没人骂我是一个只会吃白食的废物。江源，这种自由你给得了吗？在那段婚姻里，我仿佛不是你的妻子，而是江家请来的保姆，不，甚至比保姆还不如。保姆还有工资拿呢，我那时候算什么？你是我的上司，做得好是应当，做得不好就得挨你一通劈头盖脸的谩骂。以前我为了给家里省钱，不买衣服不化妆，你却嫌弃我成天像个黄脸婆。可等我真的听了你的话，想买点化妆品和衣服改造一下自己，你又指着我的鼻子骂我乱花钱，说你在外面挣钱辛苦，我不懂事。菜做少了，你说你在外面辛苦挣钱，回来只吃这些；菜做多了，你又讽刺我不挣钱，不知油盐贵。江源，那时候不管我怎么做，在你眼里永远都是错的。你背叛我，为别人一掷千金，对我你却是各种算计和吝啬，甚至纵容崔小姐闹上门来对我进行人格羞辱。在那时候，你们父子俩在做什么？你们却都站在那个女人身边，指责我的不。如今我好不容易才从那个令人窒息的泥潭里爬出来，你怎么忍心又要亲手把我拽回去，让我继续在泥潭里痛苦挣扎？江源，放过我吧。云裳，对不起，以前确实是我疏忽了你的感受。你回来吧，我们不离婚了，我保证以后绝不会再让你当什么家庭主妇，你可以继续追求你的音乐，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家里的活我们请保姆来做。宫斗的原则之一，一味指责是没用的，诉苦必须讲究天时地利人和。他在得意时，你诉苦是扫兴；他嫌弃你时，你诉苦是矫情。唯有现在，在他自惭形秽时，我的每一滴眼泪都能精准地砸进他的心里。江源，当初你为了崔月动手打我，甚至冷酷地向我提出离婚时，我是真的恨毒了你。我恨你不顾我们多年的夫妻感情，眼睁睁看着他上门作践我。我更恨你在那段婚姻里对我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毫无尊重，甚至把我贬低的一文不值，像地上的烂泥一样。可是比起这些，我更恨的是你和你妈对天磊的那些挑拨离间。我的儿子居然被你们教的对我毫无尊重，天磊看我的眼神里只有贬损和各种瞧不起。江源，这才是我最恨最无法释怀的地方。不过后来转念一想，我又觉得庆幸，既然你们都那么厌恶我，我就没必要再上赶着给你们做免费保姆了。
你们宁愿去亲近那位崔小姐，也不肯让我带孩子，这对我来说也更轻松省事。江源，我现在真的想通了，我自己挣钱，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再拿我的热脸去贴你们的冷屁股，我不用再当免费保姆，更不用卑微的向你要那点生活费。我现在活得很有尊严，所以江源，我不恨你了，相反，我还得感激你，感激你给了我这次成长的机会，感激你给我安排了这份宿管的工作，让我有机会重新审视自己。今天就到此为止吧，谢谢你百忙之中还带儿子来看望我，以后别再来找我了。云香，别这样，我们回家谈好吗？江源，求你了，先让我们彼此都冷静一下好吗？我现在脑子里很乱。也好，我们先冷静冷静，过几天我再带天磊去学校找你。渣男不肯离婚，甚至动了回心转意的心思，看来我的第5步计划已经圆满成功，接下来该实行第6步计划了。既然男人已经拉拢过来了，那么就该让那只蹦跶了太久的外室尝尝什么叫真正的绝望。崔小姐，今天江源又带着儿子来求我了，他亲口说不想离婚了，还打算跟你彻底分手。怎么到头来连我这个你嘴里的黄脸婆都比不下去？云强，你个贱人，你别在这里编故事，江源爱的是我，你这种没人要的破鞋凭什么跟我争？不管你再怎么骂，也改变不了你是个失败者的事实。崔小姐，你让我说你什么好？你自己犯贱，你就该躲在阴沟里悄悄进行，为什么非得到本宫面前耀武扬威呢？瞧瞧现在，名分没搂着，男人也厌烦你了，可悲啊，真是可怜啊。云裳，你这个贱人，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崔小姐，本宫早便告诫过你，江源身边可不止你一个外钱，他既然能背叛我，明天就能为了小4小5把你给踢了，你怎么还如此迷之自信，觉得自己就是他的终结者了？有自信是好事，但若没了自知之明，可就真成了笑话。看到你如今的下场，本宫心里可是高兴得很呢。杀人诛心，本宫向来拿手。江源，原本你们那些破事儿我是真的不想再管，可你的小情人实在太不消停了，他像个疯子一样失控地跳出来挑衅我，甚至已经严重干扰了我的生活。万一哪天我忍不了也跟着失控了，恐怕这桩丑事儿就会闹得满城风雨。你若是连这种场面都控制不住，我也没必要继续隐忍下去了。云强，你冷静点，我已经在跟他闹分手了，可这女人疯了，她天天闹腾，甚至堵到了我公司门口，我实在是受够了。如果你不想落个身败名裂的下场，我建议你我一致对外。这种你控制不了的女人，必须尽快解决。我也没心思管你的破事，但我绝不能让她闹下去，影响到天磊。你若是处理不了，就把她交给我，让我来对付她。但前提是，你得听我的。肖教授，不好意思啊，我这会子临时有点事儿，迟些再去音乐室找你，您稍微等我一下。你身为宿管，不在宿舍好好守着，大白天的去找其他男人做什么？江总，您忘了，今天可是周6，学校规定宿管在休息日是可以自由活动的。那你去音乐室做什么？那个肖教授到底是谁？肖教授认为我的笛子吹得不错，非常有诚意地邀请我参加省级大型音乐演奏活动。为了不掉链子，我每天下午都得去音乐室进行排练。既然你已经来了，崔小姐的事咱们就长话短说。我时间挺紧的，不能让人家肖教师一直等着。制造危机感是让男人认清现状的最好方法。以前那个围着你转的黄脸婆已经死了，现在站在你面前的是有自己社交圈、有才华且根本不稀罕你的女人。快中午了，我们先去吃饭吧。去食堂吧，学校食堂的饭菜还是很不错的，干净又卫生。食堂？那怎么行？我不是这儿的人，不好去占学生便宜，还是去外头吃吧。我知道学校附近刚开了一家很有档次的西餐厅，我们一起去尝尝。吃完饭，我带你去商场，你想买什么首饰随便挑。这么多年了，我也没怎么正经给你买过首饰，这回我给你补上。男人的便宜不占白不占。
算了吧，这么多年戴不戴首饰我也都无所谓了，早就习惯了。云香，别这样，再给我一个表现的机会，让我好好弥补你行吗？用不着，还是去食堂吃吧，我请你，也算全了你带天磊来看我的礼数。别这样，云香，餐厅我都订好了，现在取消定金是不能退的，你就当是给我个面子好吗？行吧，既然定金都付了，不过我这身打扮去那种地方不合适，等我几分钟，我回宿舍换上衣服。快请进，云翔，你这包也太没档次了，跟这身衣服完全不搭。回头带你去商场买几个大牌包。随你，我要一份这个，记住少盐少油。好的，女士，我会交代厨房为您做少盐少油的菜。还有，一定不能放蒜。是，一切都按照您的要求办。这肉质火候稍微过了一点点，配酱里的香草放得太杂，压了原本的鲜味。江总，这家餐厅的厨师手艺还有待提升。是，下次我换一家更好的带你去。宿管工作虽然清闲，但我也不能离开宿舍太久。江源，咱们就长话短说吧。要如何打发崔月，我目前想了2个主意：要么你吃点亏，给他一大笔钱，好聚好散；要么把他交给我，由我来打发他。你要如何打发他？这你不用管，我保证把他打发得远远的，让他再也没脸出现在你面前。但你得先转我一笔钱，能用钱解决的都不是问题，若连钱也解决不了，就只能再辛苦我亲自去与他周旋了。不够，再打50万来。另外，把你这些年来花在他身上的每一分钱列个清单发给我，我要一笔算清楚。好家伙，3年时间，你居然给这个外使花了1000多万，江总不错嘛，花了1000万，这也是你身为成功男士实力的体现。以前是我糊涂，老婆，这件事你全权处理，钱的事好说，我会补偿你的。那咱们先说好，我从他那儿追回来的钱全归我，都归你，全归你，只要他别再来闹就行。好，成交。云香，晚上你什么时候下班？我开车来接你。不用了，我下班一般都比较晚，不麻烦江总了。别啊，前面就是个大商场，我看你身上这身衣服虽然好看，但还是旧了点，我带你去买几套当季的高定。不用了，送我回学校吧。当男人上赶着要给你买东西时，一定要稳住。本宫就是要给你种下个姐不稀罕你的讨好的人设，只有这样，你才会觉得能得到我的肯定是种莫大的荣幸。云香，坐吧。说吧，找我有什么事儿？你这就是做了医美吧？我劝你别白费力气了，就算靠黑科技暂且让自己变美，到底也是个30出头的老女人了。江源看得上你吗？江源不也看不上你？是江源告诉你的吗？他跟你说什么了？崔小姐，你真的才28岁？我看你这气色和皮肤，怎么反倒比我还要显老？说你38岁，恐怕都有人信。你敢说我老？云强，你算个什么东西？我给了你半年时间，你都没能把江源彻底拿下，甚至连离婚证都没能逼着他去领。崔小姐，原本我以为你多有能耐，现在看来还真是高看你了。云香，你别在这里得意，你以为你守住江夫人的位置就赢了吗？你知不知道江源在外面还有小4小5，他们比我年轻，你斗得过我，你斗得过他们吗？我为什么要费心思去斗他们？只要本宫不让位，我永远是江家的原配主母。至于你，还有你口中那些所谓的对手，都是可怜人罢了。崔小姐，你这么沉不住气，看来你是注定无法得到任何好处了。巧了，刚才我也和他谈过，他明确表示你在他眼里不过就是一外人。如果你不信，大可以继续闹下去，看看最后身败名裂的会是谁。这是江源这些年花在你身上的每一分钱，他已经整理好发给我了，现在我转发给你。崔月，
你现在有2条路走：第一，转我800万现金补偿款，然后你自己拎着包滚得越远越好；第二，咱们法院见，我会起诉追回江源瞒着我花在你身上的每一分财产，别试图转移财产，没用的。江源已经请了他们公司最厉害的王牌律师为我效力，你可以去问问律师，要是我去起诉，这1289万你还不起，到时候你就等着法院查封你名下所有资产。还钱？做梦！江源花在我身上的钱那是他自愿的，我要去告他，告他骗感情，告他欺诈。你想让我不好过，那大家就一起鱼死网破，谁也别想全身而退。随便你，不过我得明白告诉你，你的无耻行为一旦被你的同事和领导知道，你觉得你那份体面的工作还保得住吗？据我所知，那份工作对你来说可不仅仅是心思，更是你挤进上流社会的入场票。别逼我亲手去单位曝光你，更别逼我走法律程序，到时候你不仅名誉扫地，还会人财两空，一朝回到解放前。我只让你还800万，已经是仁至义尽了。若是真耗光了本宫的耐心，我不介意陪你打官司到底。我不但要让你丢掉饭碗，还要让你像过街老鼠一样人人喊打。云香，以前你不是软弱又无能吗？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凶狠了？被你们逼的。以前那个软弱无能的云睿早就被你们亲手逼死了，如今站在你面前的，请叫我钮祜禄云睿。我的咖啡由这位小姐买单。云香，你还是那么抠门，连杯咖啡都要我来付。这本就是你欠我的。翠月，出来还钱！大家快来看啊，这就是翠月，欠债不还。翠月，再不还钱，我们明天就去你老家找你父母要。云翔，你赢了，这是50万，我求你让你的人撤走，给我1周时间，剩下的钱我会一分不少的凑齐还给你，求你了。很好，我给你1周时间。崔小姐，江源花在你身上的钱远不止这点，本宫只让你还800万，已是留了你的一分体面。外事已定，接下来该开启我的第7步计划了。云裳，你今晚在台上弹古筝的样子，简直要了我的命。云裳，我已经和崔月彻底断了个干净，钱也追得差不多了。你什么时候搬回来住？江总，大庭广众，注意仪态。够了，我受不了你这样吊着我了，搬回来住吧，云强，算我求你。搬回去？江秦居那套房子已经被我租出去了，租期没满，我可没道理赶人家小姑娘走。没关系，我名下还有另一套公寓，装修得更好，你直接拎包入住。你说的是崔月住过的那一套？他住过的房子，我是死也不会踏进去一步的。老婆，这套500平的房子只写了你一人的名字，这下你可以回来住了吗？这房子地段尚可，我就勉强收下了。老婆，这份图书馆的工作朝9晚5，每周双休，离新家也近，以后我每天早晚接送你。不过事先说好，这新房子的卫生我可不碰。放心，我已经雇好了最好的住家保姆，往后你只管弹你的琴，吹你的笛子。太太，洗澡水放好了，晚点帮您做全身精油 F 吗？辛苦了。我看中了那个3000万的铺面，以后想开个自己的明月工作室。没问题，这一半的首付我出了。靠山山会倒，唯有握在手中的技能和财富，才是真正属于自己的。于女士，您确定要为您先生投保这个额度为1亿元的保单吗？缴费非常高啊。确定。宁做寡妇，不做弃妇。老婆，累了吧？快坐下休息。这一世，这江山我要，这繁华我也要。如今，请叫本宫钮祜禄云庄。